大家好，我是坤侯。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12长生位详解的灵官位。灵官位呢，它其实有5个解释。第一个呢，就是一切准备就绪后的，然后开始做事情了。因为我们之前讲了官单位，官单位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把它准备好啊，还是一个准备阶段。到了灵官位呢，就是事情已经全部准备好了，那直接开干就行了。所以说，当一个人八字里面，如果说什么长生位配合灵官位，或者说是官单位配合灵官位，这种配合是最好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在其位谋其政，就是你能够得到自己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在这个位置上面，你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这种能力啊，做你该做的事情。第三个呢，就是个人实现，还有获得价值。禄神就是有禄神，你基本上这一辈子就不会缺钱了，你有源源不断的收入，就是你能够发挥自己的价值。禄神代表的更多的不是钱，其实代表的是你能够发挥自己的价值，因为你发挥了自己的价值，所以说你要换取一些稳定的钱财，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第四点呢，就是有禄神的人有毅力，有恒心不容易放弃，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成功者的标准之一。第5点呢，就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个人意志。那这个东西呢，我们要具体的看那怎么个具体看法呢？接下来我就借一些案例来讲给大家听一听。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个禄神都是好的，但是呢，我今天呢偏偏要讲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方面的东西。如果说一个人他的八字均衡，然后有禄神做工，能够给他提供充足的这种燃料，让他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这个毫无疑问是一个绝顶的一个配置。但是呢，在有些时候，比如说你的禄神被破坏了，或者禄神太多的时候，那反而会引起很强烈的一些反效果。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案例1。那像案例1这个八字呢，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人是一个旺的有点过分的八字，就他的做工很少。像这种旺过头的，他喜谢克耗嘛，因为有了谢克耗，他才能有做工的空间嘛。但是呢，他谢克耗有很低，然后又有这么多禄神，那这个人就会变得个人的意志力强大，变成了过强。那过强就变得就会有些冥顽不化、刚愎自用霸道，就像螃蟹一样横着走任何人的意见，对吧？任何人的这种说法也好，谈法也好，他根本听不进去的就会横行霸道见人怼人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所以说这个禄神有时候他未必是好事儿，他要是多的过分了，他可能并不是什么太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要讲究平衡，你任何事情不能过多，你也不能过少，过少也是不好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2。那案例2这个八字呢来的就会惨一些，会比较惨一些。为什么呢？你们看壬申壬寅甲戌乙丑，那像这个八字呢其实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强的八字，但是呢是属于一个比较均衡。那均衡不是很好吗？但是坏就坏在这个寅申冲上面，这个冲的位置刚好就把他的这个禄神位给冲掉了。那冲掉的呢，刚才代表了5个含义，是不是就都遭到了破坏？比如说个人意志被破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个人意志，变软蛋了，是不是？有毅力有恒心变得没有毅力没有恒心了，然后本来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变得没法实现自己的价值了。而且我们知道嘛，年柱代表的是工作安排，代表的是父母，对吧？父母长辈。月柱呢代表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他的禄神在月，而这个冲禄神的我们叫破禄在年，就代表每当他想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总有长辈领导外在环境来破坏他，让他没法自己做，整个人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就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有禄的时候千万不要见破禄见破禄它是一个非常恶心的事情。好，我们现在看案例3案例3呢，它这个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格局了也是个比较特殊的格局了。那特殊在什么地方呢？有几点。那第一点呢，就是甲申是制作破禄的，它叫破禄格，等一下我会详细的讲一讲。那为什么叫做破禄格呢？
因为甲的禄在寅，那甲申的话，他坐的位置天然是冲他禄的，就哪怕这个八字里面他没有见禄神，他其实也是破禄。这样的人其实一辈子颠沛流离，一辈子做不了自己，一辈子受制于人，他就会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这个东西就叫做破禄。然后呢，这个人偏偏时支又见了一个禄神，你本来就是破禄格了，你见禄神又被破，那这种一辈子颠沛流离的相就更加来得真切。就真的就是，但凡有遇到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总会有人从中阻挠。而且这个石柱代表的是终身的一种欲望、愿望或者梦想，就他总是想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一辈子达不到，总会有人从中阻挠，这是非常非常让人恶心的一个事情。最后呢，我就把这个破禄格的这个名录调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一共有4个就是甲申、乙酉、辛卯和庚寅。其他如果有漏的话，那请大家指正。那甲的禄神在寅，就是甲申就是制作破禄。然后呢，乙木的禄神在卯乙酉就制作破禄。辛的禄神在酉，辛卯就制作破禄艮的禄神在申，那艮寅就是制作破禄。那制作破禄不代表你不能赚大钱但是呢，这种破禄格的人呢，就是只要你的日柱是这4柱之一，你就会觉得有些怎么说郁郁不得志，自己总是没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总是没办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办法做能够发挥自己这种能力的事情，可能阴差阳错的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发家致富了这种人其实也很常见。所以这个破禄格不代表的是一种客观这个人就贫穷的这个事情，而是代表一种心理特征。只要是这4柱的，他心里面肯定不好受这一辈子肯定都是会觉得做什么都不带劲做什么都是不可求的一种情况。但是其实调整好自己就行了。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希望今天的课程呢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大家，咱们下期节目再见。